乌军1000勇士飞夺第聂伯河，赫尔松战事再起。第聂伯河左岸地区，乌军已经建立了多个桥头堡。这次大规模渡河作战，就是将桥头堡连接起来，形成一条新的战线，并以此为基础慢慢推进。可以预见的是，乌军在赫尔松方向将有新突破。10月17日下午，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5和36旅以及第140侦察营的部队，总计编为4个突击组，强渡第聂伯河，沿着安东诺夫斯基铁路桥登陆左岸，随后在炮兵和无人机的掩护下，攻占斯乌平斯克，初步建立桥头堡，在俄军防线上打出了一个缺口，并不断向前推进。当然，过程并不顺利。从战场消息来看，乌军第35和36旅的作战小组在10月17日凌晨就开始渡河了，但是遭到了俄军火炮阻击，期间伤亡较大，伤员被转移到岸上进行疏散，直到下午才部分渡河成功。等到晚上，第140侦察营与海军陆战旅派遣增援，乌军的分遣队再次开始以10到20人为一组，沿着铁路线向塔斯乌平斯克皮沙尼夫卡方向推进。俄军炮兵向乌军突击部队开火，却被右岸的乌军无人机与火炮压制。在火力优势下，乌军成功占据塔斯乌平斯克，突破至皮沙尼夫卡北郊。同时，奥莱什基与科扎奇克林基也是乌军的目标。具体的局势现在依然处于迷雾之中，前线状况还不是很清晰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接下来的赫尔松地区大概率会成为战场的新热点。过去2周，乌军在赫尔松集结了1万乌军士兵，使用无人机不断打击俄军。现在终于大规模渡河了。虽然俄军宣布俄罗斯在赫尔松集中 7.5 万人，但仍然无法阻止乌军过河。至于什么原因，一目了然。俄军驻守赫尔松的第7空降师已经增援扎波罗热。赫尔松没有多少精锐部队，俄军第70后备兵团训练不足，并且缺乏必要的装甲和火炮。随着乌军不断袭击和扩大占领区，第聂伯河左岸大概率会形成一条新的战线。之前一段时间，乌军一直在袭击第聂伯河左岸，从奥列什基到达奇到科扎奇再到卡霍夫卡都有战事发生。第聂伯河群岛、金伯恩沙嘴，乌军同样占据优势。不过这个时期的乌军大多是在某一地进行突袭，建立桥头堡之后的影响范围有限，毕竟还有俄军在一旁骚扰。但是这一段时间，俄军在赫尔松抽调了精锐部队支援扎波罗热，留守赫尔松的部队大多都是训练不足的动员兵，这就是乌军突破赫尔松的机会。这一次1000人渡河作战就是拉开大战的序幕，将多个桥头堡连接，形成一条新的战线，并以此为基础向前突击。同时，乌军还在抢占交通要道，攻击 M14与 M17交叉口的俄军。控制高速公路之后，机械化推进就不可避免了。未来几个月，乌军可能从赫尔松逼近美丽托波尔，也可能沿高速公路逼近克里米亚边界，彻底改变乌俄战争的面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从乌军的行动来看，乌军使用 ATACMS 攻击比尔江斯克机场，也算是准备阶段之一。使用 ATACMS 可以增加对俄军航空兵的威胁，延长俄空天军从出发到激活支援地面部队的时间，这对南部的乌军有利。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战科1和克里米亚的其他基地，这是妨碍乌军在第聂伯河开展全面行动的障碍之一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就乌俄战场情况来看，乌军不得不打赫尔松。进入10月之后，逐渐变冷的不只是乌克兰的天气，乌俄在扎波罗热的战线也僵持了下来。再考虑到以巴冲突，乌克兰必须做点什么，才能把世界的注意力从中东拉回乌克兰身上，比如阿夫迪夫卡，比如第聂伯河。10月9日开始，俄军在阿夫迪夫卡发起进攻。从目前的消息来看，俄军没能取得战果，反而损失惨重。不过相对的也吸引了扎波罗热战线的火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俄军比较忽视的赫尔松战线就成了乌军的最佳攻击目标。而且乌军参与战事的部队第35和第36旅的身份也不一般。这2个旅之前在大诺沃希尔卡方向持续作战2-3个月时间，但是现在这地方已经很久没动静了。乌军8月上旬攻克旧马约尔斯克和乌罗扎因后，没能进一步取得进展。综合这2个陆战旅被调到赫尔松来看，乌军在大诺沃希尔卡也没什么意图了。同时，扎波罗热、卢甘斯克以及顿涅斯克的多个战场，乌俄也开始僵持。乌军在扎波罗热南部和顿涅茨克南部地区没能获得决定性的成功，
几个月来的努力，除了打出2个缺口外，尚未能突破托克马克。当然了，乌军能打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。在俄军大规模兵力聚集的情况下，消耗了大量俄军有生力量。在天气变冷的时期，基本就是以远程火炮袭击与无人机骚扰为主，地面突击的难度很大，也有攻城拔寨的可能，但很小。不过乌克兰不会允许战线陷入焦灼，给俄军喘息之机。既然扎波罗热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，那么俄军守备不足的赫尔松一带就是最好的突破口，也是唯一的突破口。只是赫尔松的俄军防线被突破也不是1次2次了，8月和9月都有过乌军小部队偷渡过河袭击俄军阵地的战地。如果不是乌军确实兵力匮乏，无力将更多的部队和装备送过第聂伯河，早就突破俄军在赫尔松的防线了。乌军这一次大规模强渡第聂伯河之后，肯定会借机进行进一步扩大战果，这是乌军几个月以来最成功的一次突破。同时，美国的 ATACMS 也已经准备就绪，加上海马斯的 M31 能成功截断俄军后勤补给，摧毁其炮兵阵地，并不断向前实施突进。只是以乌军现在的兵力和装备，想要深入第聂伯河左岸还有一定的难度。比如最重要的后勤，如果没有重型装备，无论是通过卡霍夫卡还是通过赫尔松，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突破。俄军就是因为后勤跟不上，才推到第聂伯河左岸的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乌军的后勤与俄军后勤完全不同。赫尔松后面就是尼古拉耶夫州，属于乌军的后勤保障大本营。乌军在这里不仅部署了防空导弹系统，还部署了海马斯。俄军作为防守方，只要进入炮击范围，就会遭到乌军的炮火打击，而俄军却无法确定乌军何时登陆。同时，俄军也没办法在赫尔松南部大规模驻扎军队，只能保留少数侦察兵，大部分只能沿着公路部署。毕竟赫尔松这地方有2条高速公路直接连通克里米亚，大部队在公路沿线的大型城市构建防御壁垒，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机动性。而且说实话，乌军其实早就可以登陆第聂伯河左岸了，只是扎波罗热战线吸引了大量的兵力，赫尔松只能以袭扰为主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扎波罗热战线僵持，俄军在赫尔松的防线疲软，正是登陆第聂伯河左岸的好时机。不过渡河作战不是把士兵送过去就够了，最关键的是把重型装备送过去，还要搭载浮桥，这才是最难的。目前乌军主要依靠快艇投送轻步兵，活动范围有限，不能脱离乌军的炮火掩护范围，自然没办法发起大规模攻城战。问题就在于俄军的炮火可以覆盖第聂伯河，豹2、挑战者2、T72都是重型坦克，靠船运跨越1000米的第聂伯河，速度太慢，很容易被俄军火炮摧毁。当然，这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。乌军可以在步兵与装甲部队大规模进入之前，削弱俄军在左岸的防御和后勤。乌军也是这样做的，这也能理解为什么乌军炮兵在赫尔松那么忙，以及乌军为什么要不断袭击克里米亚，目的就是削弱赫尔松方向的兵力以及后勤。之前一段时间，乌军在赫尔松右岸建立稳固阵地，持续向左岸运输步兵、弹药、无人机，对俄军实施游击战，同时攻击俄军的后勤运输车队、弹药库、燃油库、指挥所等目标，逐步压缩俄军在第聂伯河的防线。等推进到一定程度后，乌军就可以在己方炮火、野战防空的掩护下，将重型装备逐步运输到第聂伯河左岸。当然，相比扎波罗热的地面突进，乌军攻击第聂伯河左岸的难度相对较大，能使用的战术也只有一个：稳扎稳打，循序渐进，不断向桥头堡输送战力，不断扩大影响力，等积攒到一定程度，才能实施大范围的攻击。目前在切尔森附近，乌军已经使用渡河工具将部分重型设备运过第聂伯河，可以说乌军实施突破作战的前提条件已经准备就绪。之后乌军可以在其他战线调集一定的火力，部署到赫尔松，加快己方士兵渡河速度。只是如此一来，乌军炮弹的消耗量或许会有一定的增加，这种就更倾向于把对面打残后再派遣地面部队突进。不过这点乌军也不用担心，虽说以巴冲突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，但北约援助并没有断供，甚至还在加大炮弹产量。乌军炮兵很快就不用再担心炮弹的缺乏了。法国从之前的每月1000枚155毫米炮弹提升到现在的每月3000枚。除了弹药之外，法国计划从明年开始将凯撒榴弹炮的产量从每月2门增加到8门。同时，美国计划从目前的每月2.8万发炮弹增加到3.6万枚，到2025年底达到每月生产10万发炮弹的目标。
丹麦也恢复了北日德兰半岛工厂的弹药生产。有意思的是，对于乌克兰而言，乌军在南北两面实施进攻，真攻和佯攻是可以相互转换的。如果俄军在扎波罗热的兵力再调往第聂伯河方向，那么托克马克就会成为乌军的主攻方向，俄军已经首尾难顾。至于阿夫迪夫卡地区，俄军自然是宣布取得一定成功，只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撑。火力军看到的就是阿夫迪夫卡俄军伤亡超过3000人，损失超过300辆装甲车辆，已经遭遇惨败。俄军在阿夫迪夫卡攻势已渐渐疲软，由装甲进攻转变为轻步兵突击，伤亡进一步增加。俄军这10几天的战果根本不值得所遭受的损失，不过为了挽回面子，这场战斗可能会继续下去。总的来说，中东局势混乱确实给俄罗斯带来很好的机会，可惜俄罗斯把握不住，进攻遭遇挫败，起到了反效果。北约援乌的装备或许会更多。就结果来说 ，ATACMS 打爆俄军，乌军2个旅渡过第聂伯河，阿夫迪夫卡反攻遭遇惨败，俄军在整个战线上都找不到亮点，俄军损失只会一步步扩大，乌俄战争结果到来只是时间问题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认为乌军能在第聂伯河左岸建立战线吗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